如果是康仁哥跟娄俊说2选1的话，哇，你会怎么选？我应该会选康仁哥吧？为什么？啊？因为娄俊硕很多时候会讲一些很难接的话，然后不好笑的话，是不是？对，可是而且他会注意你有没有回他。但是康仁哥讲不好笑的话的时候，你然后他也会就是他就自己飞到。那康仁哥跟高捷大哥，什么？我绝对会选高捷大哥。我相信叶子姐是不是也会选高捷大哥？没有，如果吴康仁跟高捷，你要谁？可以舌吻，然后激情细到极点，不用贴防护措施。哇，好细节哦！为什么不要贴？你要贴，你硬要贴也可以贴。好啦，康仁。早知道我会爱得受不了我。早知道这个词呢，在很多人心中呢，都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也算是一种悲痛感。就是觉得说，早知道我怎么样，我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其实很多像比如说姐妹她在聊说，早知道我当时就跟他在一起什么的，这些都是废话。其实早知道就是一个废话。其实你觉得嘛，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 moment 都有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喽，大家拜拜。谢谢来宾，谢谢全真姐，谢谢大贺，谢谢大贺，很期待你们的新戏哦，超级期待，谢谢一幕，谢谢。那至少讲一下嘛。早知道就不用坐电车，早知道不来了，早知道再带你喝酒就好。就是完全诠释早知道嘛。对。还是说你们还是要讲一下你们的？当然要讲一下。让我们讲一下。钱都花了。戏名。我们要来宣传塑胶花，在6月28号周五我们会开始播放，然后请介绍。早知道就要备好。电信 Honey Video 每周五一次播2集，晚上9点，一次播2集。哇，精彩！在中华电信 MOD 跟 Honey Video 都可以看得到。每周五播2期6月28号然后几点？9点看到11点。然后你这个讲的这么，然后只有一个平台在播。对，独家。对。你看播音，大贺你也觉得太晚了，对不对？现在太紧张了，因为今天我们这边一整排好像都是第一次来上不息地。真的吗？真的。对，所有人全真姐没有上过我们节目吗？没有，不息地没有。康熙有。对。你们3位是真的没有，对不对？没有，我一直以为你来过，紧张哦。没有，我现在头在晕你。你以前是大学生了没的人吗？对啊，我跟大家算是同学。那你看到他有什么好紧张的？我是看到你就紧张。对可是看到他，你应该比较放松吧？我刚刚已经先跟他拜码头，说派崔哥，那个等一下照顾一下好的。哇，他每一个比我早进大学生，他叫我哥个头啊！不知道这边你是主人啊，一定要拍个马屁啊！天哪，你刚才有没有在那边耍一些就是你知道威风之类的？没有，我只是抿嘴加拍屁股。没有啦，我们好朋友啦。我们主持这个节目之前，就看到很多电影啊。来讲2部你看过他演的那个电影。如果你要讲出来的话，3好友。我的少女时代，那时候先第一次看到大贺就被他吓到，说，演得真好他演什么角色？他那时候演一个那个学生啊。里面除了学生还有什么？谁知道他不演老师呢？对，是没错。对啊。还有什么哪一部电影？我的那个通灵少女。我的通灵少女。所以这出戏是4位都有演，是，然后是喜剧片吧？它是末路爱情的剧集。对。什么？末路爱情不是末路，是公路。公路一样啊，末路就是没有那种没有 ending 的爱情吗？没有后啊，我没有后路可以走，是不是？对。所以是一个很悲惨的戏哦。算是逃亡啊，逃亡。因为还有女主角的。对，因为还有另外一位。其实这2位李牧跟大贺都在逃亡。是。然后他是警察。我是警察。然后所以你在追他们2个。我在追他们2个。那全真姐呢？我是在付钱给绑匪。对。所以你也是坏人。我是那个李牧的母亲。是。所以大贺是绑匪。算是绑匪的一员。其实整个故事是康仁哥算是我们主要扣起我们这一群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出狱之后呢，他要把他绑架，然后跟他有钱的妈妈拿了一大笔钱。然后呢，我算是那个跟他一起狼狈为奸的小喽啰。
你是他手下，想要分一杯羹啊。然后他算是追捕我的警察。对。但是他在追捕我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们小时候其实还有一点点的关系。他们有感情戏，他们有感情戏，对这两位所以当中还有一些同志的情节在里面。没有啦，可以。你刚刚那个没有啦，就很有了，好不好？没有，刚刚我被交代说又破音了。你怎么一直有没有被这样？我那边还有多。我被交代说这一集播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播到我们的那一段很重要的戏。哦，他刚眼神在杀你。有啦，就有了吧。 OK， 所以我想问，最后李牧有没有爱上吴康仁？这个看了就会知道，一定有。很难说哦。很难不吧？你也爱上他吗？妈妈也爱上他，都没有。小娟姐，你讲了一副你跟康仁哥好像也动真情。不，我是说，因为康仁在演戏的时候那个专注眼神，怎么可能不爱他嘞？对不对，李牧？可是他下戏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呢。哪一种人？哪一种？我们不认识。就是我们有时候排到很晚，康仁哥会跟大贺开始跳舞，跳哪一种舞？就是很奇怪的。那时候康仁哥，因为我们那时候常常是夜戏，对，然后因为飘之后，大家会有一种飘在半空中的感觉，累到一种程度了，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杰哥高杰大哥也是我们算是逃亡的那一群啊。高杰大哥讲一些消尾之后，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因为里面有喝酒的戏。我本身喝真酒吗？我爱喝，懂。哎呦，然后我就说，可以来真的吗？不然我进不了戏哦。然后就喝了一点之后，就翩翩起舞这样子。哪一种舞风？你是说？我觉得有点像华灯，其实。华灯嘛。对。你是哪一种 style？来一下，大贺来一下。就是当然是有一种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还是跟康仁哥也可以这样子，这样康仁哥的。都是你们两个在互跳而已。对啊，我也会拍他屁股啊。那为什么周雨天不跳？我没有跟他们对到那么多场戏，可以跳吧？因为你可以跳，我没关系啊，你不用跳啊。可以，不要有偶包，不要有偶包。我们节目不喜欢有偶包。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他们在。你跟他跳一下，快点。礼貌，那是怎么跳？怎么跳啊？随便 freestyle 乱跳，我们也没有认真在看。我们跳过这种。好认真。那为什么要跳？是这种舞。很想看吗？来这样子，然后要这样。弯倒，谁弯谁？谁弯谁？弯倒。来了。起来亲一下，转过来亲一下，包起来亲一下。太伸舌头。没有，姐都没有偶包啊，我觉得没有偶包。没有偶包，但也不是这么好 Q 吧？可以投。但你知道李牧除了很会演戏以外，他对到的都是帅哥。比如说，当然同系的雨天也非常的帅，然后康仁哥，然后他之前还有跟娄俊硕有对到，所以如果是康仁哥跟娄俊硕2选1的话，哇，你会怎么选？我应该会选康仁哥吧？为什么啊？因为娄俊硕很多时候会讲一些很难接的话，然后不好笑的话，对不对？对，可是而且他会注意你有没有回他。但是康仁哥讲不好笑的话的时候，你然后他也会就是他就自己飞到。康仁哥跟高杰大哥。什么？我绝对会选高杰大哥。哎呦哇！你也是吗？不是啦，因为很多人都会选高杰大哥，是因为高杰大哥有那个你知道兄弟气。对。有很多女生，我相信叶子姐是不是也会选高杰大哥？没有，如果吴康仁跟高杰，你要谁？可以舌吻，然后激情细到极点，不用贴防护措施。哇，好细节哦！为什么不要贴？你要贴，你硬要贴也可以贴。好啦，康仁。因为江湖味的你看多啦，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吴康仁那种又清新又帅又会演的，对，各种的要怎么？没有，杰哥也很厉害，只是说杰哥年纪方面，你知道会有压力，他走到哪他都会说他老婆怎么样，他女儿怎么样啊。所以你在旁边跟他对，你想说要跟他演感情戏，你都有压力了。所以他私下是一个很爱把家庭放在。其实他真的很爱家庭，我们都有跟他的形象完全搭不上。但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因为全真姐大家都不用讲了嘛，是非常厉害的资深演员，然后维持的这么好。
然后大贺是跟你同期，比你晚期的还是同期？比我早，差不多，比你早差不多都早一点。是初次大学生了没？对。然后李牧是有得过奖的，对不对？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得什么奖？金马还是？是金钟的新人奖是。哎呦！目前真的是炙手可热的最厉害的女演员而。且讲到金马，她隔年也有入围金马，所以是备受肯定的。对，然后非常厉害有一位周雨天，我不知道讲他的亲戚他会不会生气？你说每次比如说出去都被挂着这个名号，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会 care，就是说我懂。他是他，我是我，不要一直我是他的哥哥，他是我弟弟。我是我，他是我，我是我，那我是谁？对。那是韦伯，那是韦伯。我们方便介绍你是谁？没有问题啊，真的吗？真的，你不会突然生气说我是周雨天？不会，没有，而且我跟你讲，因为因为其实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一直被问。你一定有低潮过，想说烦不烦啊？一直绑在一起。不会，没有，真的没有。好，对，我们也没有要讲。很棒，那就这样子。他到底弟弟是谁？他是谁的哥哥？谁啊？告诉你们，自己去 Google。高招。哎呦，厉害！那周雨天，你还有时间运动吗？如果都在拍戏的话？哦，那阵子比较少，对。你该不会是有跟他一起运动吧？哦，我没有，因为我之前有看他运动很厉害啊。我运动没有啊，就打个网球，然后偶尔去重训一下。对啊。他昨天刚重训，没有今天重训有什么好拿出来讲？重训没有任何，有很特别吗？你是可以举起多重的东西？不是重训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全民重训好不好？没有。重训干嘛讲啊？因为我很久没重训，我大概有1年多没有重训了。我问他。觉得对我来说很特别。如果他说，比如说他曾经参加过什么网球大赛，还得过第1名，没有，那那很值得讲。这个真没有，你就是一个路人打网球，路人打网球，纯粹喜欢。是对着墙打吗？没有，跟人打。哦，有人啊。对，这对打。然后还有什么延续下去吗？网球的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聊到运动哎。因为他要强调你很会运动吗？对啊，体格很好啊。没有啊，就是。你是说你到底知道他什么秘密啊？没有啦，就看他平常发会去健身什么运动。健身运动的哦，所以你 IG 上面会放很多你裸上身的照片，是不是？真的也还好。哎，你的汗是怎么回事？你不流汗？刚刚那段舞啊，你还心情好，你要怎样？你有看到他裸上身的照片吗？偶尔啦，对啊，偶尔。他真是身材还行，还是 S 姐，你有想要检查一下吗？去吧。哎呦，你觉得值得吗？不然你检查一是下。可以值得的。我觉得雨天酝酿很久了，这就是目的啦。对，你要看你要摸哪。你也不要那么恶心好不好？他该过来的，不是他表情是这样，我就觉得是这样。没有，因为我嘴唇很干，我嘴唇很干。对，你干嘛的？对，护唇膏还是什么？我有护唇膏。哎，没有哎。因为我嘴唇很干，所以我。但你也不知道那么快的往我这边冲过来，然后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很少会怕男生的。那我还是。感觉好像就是那种你知道读书很爱读书的变态。什么？我看起来像很爱读书。很爱读书的变态。没有 OK 还好。所以你觉得哪一个部位最值最有得？自信，就都有在练的，不然胸胸腹肌。哇，胸是好好胸。那哎呦来喽，这样会很怪吗？不会。不会，你不要吐舌头就好。我不读。刚真的太太突然。你看，有在运动啊，有，感觉很大哎，很大。哎呦，后面有人，欢迎你们！等， Peggy 跟奇遇，来，谁想要试试看？他胸还不错哦。谁在调我？应该是整个手掌可以抓。哎，好险！今天我先去练一下。朱奇遇，你不要忘记我们这期主题是早知道，如果你没摸，早知道我就会后悔了。对，会后悔。你要不要腹部也检查一下？就是你要。还是说你要画一下？我说他那个很大哎，胸部有练出来胸部啊？我觉得真的还好。腹肌嘞？腹肌还算 OK，但是我觉得腹肌还好哦。没有啊，因为你要这样，你要从上。讲为什么我要教人家？你教魔法？没事，你教人家魔法？对不起。你真的很恶哎！不是，着急了。不要着急，我来 test 一下。哎呦，我手有感觉了。对，要照他的魔法，他有教。哎，
他的那个冰块很明显。有吗？有，可以你 test。不是因为就是模仿很重要，是不是？就是哦，有格子，就是一点点而已。有格子。格子去。哇，这边这一块练得很好哎。没有啦，这个这一块会痒啊，会痒啊！来，你这样我会被人家说我在性侵你。没有，我哪有这样叫？有吗？他刚才讲的那个回来，那个好，赶快回来。你刚才叫的很不行啦。好，那因为今天大家要讨论的是早知道，对，我如果有做那件事，我没做那件事的话，可能今天就不一样。结果会不一样。你们都有这种经验吗？大家都有带着自己的那个板板来，对不对？有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各自的早知道是什么呢？哦，全真姐的早知道我现在就是叉叉叉了。很久以前，我到北京去，然后那时候因为朋友的关系，然后有看到一个别墅，那时候大概800万台币，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犹豫，很心动，但是很犹豫，因为刚好那时候碰到我创业，所以我在想，我到底要把这个钱拿去买呢，还是要创业呢？可是那时候刚好已经跟就是合伙人讲好了，那我又怕公司之后需要钱，我就不敢下手买。结果你不要说那个地方啦，现在全球哪个地方不是已经涨到翻天了？就是如果早知道那时候有买的话，我现在应该是多少钱？我现在应该是躺平吧，就是死亡了。不是，就走啦，躺着享受，这个塔位，躺着享受，对，享受一定要躺平吗？就懒得动了。哦，躺平躺久也蛮累，起来会腰酸背痛。那个不一样意义啊，对不对？那全真姐有去查过说现在那边一样的地点大概市值要多少钱吗？一定是过亿，上亿吧？哇，亿，应该数哎，那时候你要看那个，对啊，翻了好几20，这真的会是早知道所以这种哎。东西真的不能去多想了，过了就是过了，对，过了就过了，不要纠结。对这是大人的早知道，对，小朋友的早知道。我看一下，错过金钟大戏，你错过？我错过，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害怕了。你确定是你自己不要演的吗？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在2018年的时候刚拍完一档是讲客家话的戏，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拍客台的戏的时候，因为我是完全不会重新再学，因为他重新学一个语言就算，你还用那语言在表演，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光背台词已经把我的脑容量已经是占了80%。然后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第一场戏是跟雪凤姐，然后压力太大，金马影后，然后我那时候好像第一颗镜头就 NG 了20几次，然后我就吓到啊20几次，我让雪凤姐来等。那现场有人发出的声音吗？就是有，有，就是那种，而且你会感觉到工作人员也是在那边这样，哇，好尬哦。这个真的，对，然后你会听他们会在细细碎碎，而且有些人还会，而且摄影师是不是开始很不爽，会被站3、7步？你们默，他们请问他会这么性感吗？没办法，因为我就是太性感。可是我说一般摄影师就会可能就跟这样，然后就是可能去吃个槟榔，还抽根烟，还是他们会开玩笑的说，有没有准备好啊？有没有？会有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可是你知道他是真的在刁你了，对，是不是没有备好？然后呢有，然后你知道我是用越骂会越安全的那一种，然后就越讲不好。整档戏拍完，我直接鬼剃头。你说的鬼剃头是这个？我讲这是其中一块而已，这很小哎。这看起来还好吧？不是鬼剃头，真的有我看过很大坑的。那这是刚初期，后面有这边的一个，这边的一个。你有拍出来很多个吗？我是先拿一张，因为这年代久远了啦。对。哦。对，然后后来我一拍完，可能会很失望，是不是？你知道我涂多一点吗？因为你刚刚讲那个故事，然后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压力，然后如果你配上一张，就整个头都一整个爆掉了，然后观众就会想说，哇，原来当新人演员压力这么大。那真的每天回家以泪洗面。可是你现在发现这个照片，然后大家想说什么屁？好，那照片删掉，不要发。对，让大家继续想象。我那天回家以泪洗面，然后一直买醉，你知道吗？买醉是本来就每天买吧？只是刚好买嘛，刚好买。然后我终于结束这场戏之后。刚好有下一档戏要来找我说，这档戏不错，但也是讲客语，希望我去试试看。然后结果我被吓到，我就拒绝说不要啊，我不想再讲客家话了。后来那整个戏拍完了，
上档了，我才知道我推掉戏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茶经，天哪，是茶经，那就是近期的戏耶很，近期啊，大众那部戏，对，大众得很多奖哎。得很多奖，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棒的演员。对，可是你就算在里面，你也不见得会得奖啊。不是，可是至少我参与都没有过程，我至少蹭一波流量也行吧？就蹭他们，蹭他们流量也行啊，能蹭就蹭，对不对？那我就这样错过了。哎呦，小姐不犀利的 YouTube 居然开放会员了，只要加入会员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属徽章，还有机会可以来看小姐不犀利的现场录影哦。只是还有机会而已，还有机会而已。反正就有可能。他是怎么回事？也想蹭他是不是？我也想蹭他啊，因为刘德华这辈子能够见的，我们这种他应该只有 S 姐能够可以，或是那个叶子姐可以见过吧。我们没有办法见到这种大明星。那一次他是在拍我的少女时代，我记得我要戴一个高高的帽子，歪歪的，我很歪，然后还这样啾咪的。对对对就是对对。跟你同一部戏的那个吗？对，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全部人都很想要看到刘德华大哥，然后因为他只给4个小时。不是4天，是4小时。4个小时，而且他是不含书画，就是他带妆到现场，他只给4个小时。然后因为时间都确定了哦，在荣兴花园哦。然后那出戏的工作人员因为跟我很好，他说你看刘德华的话，你哪个时间到荣兴花园来，你就可以看到他。然后我当天就是抱着一种一定要看到刘德华的心情，闹钟都转好了，一定要看呢，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起床的时候发现，哎，他已经走了，我大睡过头。因为你，所以你的这个早知道是什么？你是不是前一天又买醉？你又买醉，是不是？所以你可能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刘德华哎。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死哎。对啊，也不至于啦。所以刘德华是你终极偶像吗？其实他会觉得他是个经典的传奇人物，传奇人物就觉得好像一定得见一面，这辈子也算完整。太夸张了，是不是？对，太夸张了。就觉得一定要见一面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最后一个真的很莫名其妙。真的吗？你真的有中过吗？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会错过中奖的时刻，这个怎么拿出来讲的？可是他是1000万呢，是1000万呢。那你没中就是没中啊，什么叫错过？我差一点中，差一个号哦，我差1-2个号码就中1-2个很多2个，这就跟有人上我们节目，然后在大聊特聊他做了什么梦一样无聊。啊？可是你就是没中啊。S 姐，你有对过发票吗？有。S 姐，你有对过发票？哇，你还有他的照片？很少了。是，我跟你讲，你是0007672，然后当期的是什么0没有第1000万的0010672，是不是差一点点？没有第3个就错了，要3个0哎。对，我当时。我那个时候很穷，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很大哎。但你们没有，没有，其实你是差很多号，你就是差2个数字，可是你这样子差很多连下去来说，可是我那阵子因为这样，我又买醉跟以泪洗面，你钱都花在买醉上面，跟那个什么关系啊？而且我们节目为什么要花时间看这个旧时代的108年1、2月份，差这么多耶！001，他刚刚那是001，拜托，那个对于我那个时候来说，再买醉，我要听你至少得到6725的啊。没有那个不能换，因为那是最大的特别奖哦。哎，你人好，还可以跟他接话。你被后面的呛了。我想说有拿到4位数就算了，连4位数都没有。好吧。你这个故事一讲完，让我们立刻就是有点瞧不起你。好，现在做一天的，做过想见你。没有，其实不是错过了，是有去 casting， 然后那个时候试的时候，他剧名也不是叫想见你，好像我最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那个角色是有一点先天性的耳朵听不见，为了那个剧本有特别准备了很多天，可是那个时候对演戏对表演来说也是非常的生涩，然后就去试了。然后隔了几年之后才听那个大家说，哦，你那时候试的戏就是想见你，是许光汉那一部吗？对，就是许光汉。你就是许光汉那个角色？不是，许光汉没有中心，对，不是许光汉的角色，但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
里面有角色是听不太懂。重听的角色，你有看那部戏吗？我有演，你有演？我有演那部戏，没有，因为我是演那个柯佳燕的弟弟。那你演过很多很厉害的戏耶。对，没有那阵子，因为我那阵子真的蛮便宜的，超过不是便宜归便宜，还要被选上啊。对啊。然后，而且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找我演那个角色也是很赶的，因为我那一年28。俊杰啊，对了，莫俊杰莫俊杰，我那时候演莫俊杰那个角色。对。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有去试那个角色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我是跟柯佳燕摆在一起，然后他们说，哎，我们两个好像鼻子蛮像的，可以演姐弟。可是他里面就14岁，那年的我已经28岁了。所以你在里面是演14岁的小孩。对，然后我觉得，而且有一场戏是我还要被霸凌，然后他们找的灵演是真的16岁，然后还比我矮，然后还霸凌你。然后霸凌你这，样怎么欺负？那你那个时候呢，因为那场戏是他们把我压在墙角，说，哎，手机拿出来，然后我要假装很害怕这样子，可是比他们高。那你要偷蹲呢？对，我就想说，哎，等一下我会蹲低一点，然后你们就站高一点。驼背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就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拿手机出来。但是老实说啦，他们的脸看起来非常的稚嫩，因为那个时候脸我已经垮掉，所以我尽量的不露脸就不露脸。是因为买醉的关系脸垮掉吗？有差。所以你被比你小的人霸凌过在戏里面。在戏里面，可是至少你演到那部戏了。想见你，而周雨天是连演都没演到。对啊，机会都错过了。你这个不是错过，是你没被选上不。算错过，就是没有被选上。对啊。所以这其实也不算早知道了，因为你其实知道啊。什么叫早？对，这跟早知道无关哦。Excuse me， 先只是知道，生。但好可惜吧。对。早知道我就更认真的去准备吗？还是怎样？对啊，为什么这个跟早知道有关啊？不是你提供的吗？好，我看第二个。不是他。好，第二个。好，这个是早知道。对，他就是前2-3年 NFT 不是很红吗？对。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比如说朋友好了，他生日礼物收到了一张那个无聊猴，就是那个猴子的那个照片。然后还记得他生日那天就是给我看这张照片，他说：“哎，你看这个是我一个好朋友送我的礼物，生日礼物。”我就说：“这就是一张猴子的图片，有什么厉害的？”然后他就说：“哎，这你不懂，这个现在当时的价钱好像是7万8万台币一张。然后那时候他也说，你要不要去买一张或什么？现在很便宜，这个以后一定会大涨。我想说这东西怎么可能会？就网络上一张图片，你还花钱去买它，你还告诉我会大涨，怎么可能？骗人。结果1年后，他一张底价1000万。然后拜托你有买1张吧？我那时候才想死吧，一张都没买啊！你1张都没买？没有买，我真的就是就。所以你那个朋友现在已经是富豪了吗？蛮有钱的。哇，不会是已经有私人飞机了吧？啊，没有那么夸张了，没有那么夸张。所以他有没有嘲笑你说，你看你当时不买？当然就是会刁啊，就叫你买你不买，你看现在有没有1000万？那时候真的太夸张了，也根本因为那个时候想不到了那个时候太夸张，可能会泡沫化或什么之类的。对，大家都说。好，所以错过隐形富豪是什么意思？学姐，我是在台湾念到小学毕业，然后我国中、高中、大学在美国念书，然后那个时候是在 Boston。我那个时候国中因为住校，学校的东西就是很难吃，就是一些因为我们学校每次吃饭就可能100人，他们要煮很多的分量，然后学校东西就很不好吃，所以我们每个月可能家长会寄一箱，像我就会收到我爸妈寄的台湾零食啊、台湾泡面，然后就很开心，就每个月就去领那个箱子，然后就把零食就是分一些给同学。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学姐，然后她是韩国人，然后每一次她的包裹都比别人，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箱子，她的包裹是那种巨大的箱子，然后一撕开，里面全部都是各式各样的韩国的辛拉面、杯面、泡面，各种口味都有。然后过2-3个月之后，我就真的很纳闷，我就问她说：“哎，那个Jessica，你是不是很喜欢吃辛拉面呢？为什么你每次收到都是这么多辛拉面？”然后她就淡淡的说一句：“哦，这个是我外公的公司。”辛拉面是他家的。
然后我当下就，누나 사랑해。 好现实哦，好现实哦。没有啦，没有开玩笑啦。辛拉面大家都爱吃哎，对啊加一片曲然后跟蛋，很夸张，我当下真的就是你当下应该，你为什么不跟他表白或者追他？对呀，对我来说太冲击了，我没有遇过这种。那你冷静下来之后，可以开始写情书或什么？冷静下来就来不及了，因为那时候就是已经快要毕业什么的，而且那时候他不算是我。他要毕业了，对啊，他不是你的菜，重点是他家的财产啊。这应该不算是正确的那个观念吧？不要学，对。大讲就是因为仲庭他以前他们两兄弟在美国念书的超有名，你缺富豪姐姐嘛？因为据我所知，但你可能不知道，就是因为来了，你刚问我胸肌，我没有报你的卦，我只是要说，因为你知道他们两兄弟在以前，因为我们在主播台会有很年轻的，就是美眉们，就是新进的记者，还有就是主播，他们也从美国念书回来，他们偶像都是他哎，他对，然后他那时候还没有出道吗？算是没有出道，我不知道，就是他们都会给我看他的 IG， 然后就说哦他第一次他哥超帅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家财万贯，他没有说你说那几个小女生吗？哦，他们美国回来，我那个名牌鞋哦，参加活动他都说他好几十双的那一种，然后他们都很爱他，哎呦，对，有爱他的其他兄弟姐妹，IG 发他 IG 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很喜欢他，但是他可能不知道，因为别人都单恋他。所以你在美国是一号人物，是真的。哎，你这段戏演得很好，如果你去试转片，你应该会试上。你不要这个疑惑的戏演得非常的好。立功像，对，你跟龙子演得真好，对不对？没有，我在学校。哎，我很讨厌你们这种明明知道自己很受欢迎的帅哥，然后还要装没事。我真的不知道。少来，你看着我诚恳的眼睛，我真的不知道。从你刚才冲过来，我是嘴唇干，我就知道你这个人绝对是有好几面的个性。不是我你现在在节目上装好人，我真的没有，而且我小时候很皮，那个时候在学校差点就是快被退学了几次。好，那李牧，我的故事是，前阵子是《悲情城市》跟那个《千禧曼波》对都重映，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哦，电影好像就是看过了，不需要再特别买票再进电影院看。可是我2次都在滑朋友的现实动态里滑到本人去了现场，舒淇有趣啊，舒淇有趣，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在家里看到手机上想说，为什么我不出门，我为什么不去买首映的票？对，所以你爱舒淇，对。然后梁朝伟有去吗？梁朝伟是去《悲情城市》，所以那时候本来也想去的，对，但是也想说都不买。因为工作很累，就想说啊，好像可以在家休息一下，然后之后还有精神再去。我有一次也真的是大错过梁朝伟，是真的，我发誓，真的。又睡过头吗？没有，这一次是我去香港工作，去参加一个导演的什么颁奖典礼这样子。OK， 听起来蛮大型的。那个颁奖典礼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进得去，但反正我们那时候就借由各种管道，然后就是终于进去了那个。所以你没有受邀是不是？我当然受邀，但是进去之后呢，我们算是一个观礼的嘉宾而已，我们跟那个典礼可能不会上台。但它是一桌的，所以大家会一边吃喝一边看那个颁奖典礼。然后因为我那时候讲说，梁朝伟坐在我正后方，就隔一桌位，超级近哦，超级近。但是因为他那时候跟杜琪峰导演一直在聊天，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好，那我很想你能够坐在那里面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但我那时候觉得我主要是想要去跟他们合照，我想要留下一个纪念，就是收集星星嘛。然后那是吧？是收集星星，摘星。然后那时候我也跟了曾志伟大哥也拍了，就这么说哇合照。但是因为当然每一位都很棒，但是梁朝伟大哥是从小就爱。然后我想说，怎么一直在讲？好，那等他们忙完之后，那我就先继续喝我的红酒。结果就喝醉了吗？对，又是酒，然后就喝一喝，然后就还在聊，那没关系，好，那我们在这不要打扰他，我就继续喝，来干杯这样子，然后再一回头，他走了，对，贪杯，对我贪杯了，没有注意现场状况，对，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我有在看，但是我一回过神来，他已经走了。我跟你讲，剧情都是如同一阵烟，说走就是消失。
他们没有离开的背影，他们就是消失。对，他们就这样啪一次就消失没了。真的，有时候我们还没做 ending， 这个位置会突然没有人。哎，我就如同一个大怒神一样，突然就。后来才发现你去大便。对啊，当天的酒好喝吗？当天酒非常好喝。好，那还好，值得对，啦。但是我就觉得说就差他，然后我插他，我很揍你哦。我就觉得应该要的啦，但是对啊，哦，所以拍到曾志伟也 OK 啊。当然很开心啊，但是他离我这么近，一步之遥，如果那时候鼓起勇气去打断他和杜琪峰段的，那你就很没礼貌。对啊，我就不敢你可能跳。会得罪导演。对，所以我就觉得算了算了。所以你那时候好好的喝酒是对的。所以我后面那个选择其实是对的吧？对。但是我后面因为想说没拍到，就是一直把自己狂灌醉。如果酒是好的话，就一定要猛喝。然后我当天在座位上哭，哎，又哭，所以你是喝醉就会哭的人哦。不是，是因为我是觉得很懊恼，说怎么会没有拍到，这辈子就这一次了。哎，刚刚有个很厉害的，最后一个李牧的是错过 New Jeans， 哦，真的假的？哇！你原本是 New Jeans 一员哦？不是，哎，这个是他后面有写在眼前，在眼前。那在眼前不就好好看他们吗？不是，那个是我觉得我有点误判我自己的视力，因为我的视力很好，是那种就是很远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然后前阵子我刚杀青，然后就出门就想说，哎，就是往巷子，我在大马路上，然后往巷子里看，因为我跟我妹出门，然后我妹就这样往巷子里看了一眼，说，哎。那里有一群人，你知道拍片的人都穿得很像嘛，就是那个帽子啊、那个包包啊什么的，我就也往巷子里看了一眼，他就说他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下，我就说应该是拍戏吧，拍戏应该没什么好看的吧，所以我们就照原本的就是计划继续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结果晚上我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我妹突然打来，然后在电话里面尖叫，她说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New Jeans， 然后我就在那个餐厅里崩溃，在餐厅里尖叫，然后崩溃。所以 New Jeans 你是喜欢谁？我喜欢黑影，就是最小的那个女生。那 New Jeans 里面还有等一下我这样子很像追星族，还有 Honey、Daniel， 对，4个对不对？5个，对，他们有5个，但最近有一个腿断掉了，所以一直没有出现。哦，对，就是黑影，有人腿断掉，黑影骨裂，对。你怎么会知道这么细的资讯？因为我妹很爱那个 New Jeans 啊，然后我就会跟着。那你会跳 New Jeans 的歌吗？我不会哎。哎，我之前有在那个韩国的化妆室遇过 New Jeans， 哎，因为我们就去那个韩国化妆室，是那个张元英他们那个化妆室，我就是慕名而去的。然后那天在洗头的时候，然后就后来那个我跟我朋友，因为我们年纪都有点大了，然后就是有一个 VIP 室，他们很多年轻小美眉，然后就有 VIP 室，然后几个女生都很漂亮。然后我朋友就说，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idol， 哎，就觉得他们很漂亮，然后就问那个他们那个洗头发的女生就说，哎，那个是谁 ？Who is them？ 然后他们就说，哦 ，New Jeans。然后我朋友都说，你的口音好像 New Jeans。我说谁啊？然后因为我们不认识 New Jeans， 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是 BLACKPINK 哎，然后他们就说对啊，我们俩就说 New Jeans 谁啊？然后就有那个好像混血的那个女生，然后走出来穿得很素，然后我朋友说哦好漂亮，后来回台湾我们才尖叫，说哇 New Jeans 好哇，没有现实哦，你也错过了嘛，好现实的人哦。活生生在我面前这样子，你这种人应该也是不后悔的人吧？你有什么？我不太会，可是我有为了这个题目去认真思考过，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错过暖男这个蛮严重的哎，而且是优质条件暖男。怎么我会觉得这个还好啊？好，我先讲这个好了，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年轻，然后我觉得我好外貌协会，我现在30多岁才想起来这件事。就是那男生他其实跟我跨国聊天聊一阵子，就是那时候我在新加坡，然后他在台湾，然后但他是跟我一样在国外长大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一起聊很多事情。然后他是暖到那种，就是我在新加坡，他还是可以有办法给我 surprise 的那种人。然后他暖到就是连他跟我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跟我一起视讯，所以就是一种很聊心。然后就是他虽然不同，就是在异地，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非常的 care， 就是很照顾我这样子。然后我回来台湾后，我们就是有约会，就是会出去吃饭啊什么，他带我认识台湾。然后那时候他都是压着帽子，然后我就一直没有想太多，反正就是继续认识这个人，就是更深入跟他聊天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去吃饭，那个地方不能戴帽子，他就把帽子拿下来，然后我就吓到了，因为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头发。
真正的秃头，对，真的是这边这一块的，前面是2块就比较没有，然后这边就真的很扁。然后因为你压帽子的时候，你不太会去想到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可是拿掉那张，而且是很近的拿掉，因为我们吃饭是那种就对坐，就这么近，就再更靠近一点这样吃嘛。他一拿掉的时候我就吓到，然后吓到之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后2、3次他约我说我就会刚好真的有工作，我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去下班，你就没有那么积极的就是去说好我要去这样子。然后可是就这样慢慢淡掉，我们还是有继续聊天哦，只是就越来越少约会。然后后来我就可能刚好当下有别的约会的人，我就会跟他们出去玩。可是我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会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情？可是那个年纪的女生可能本来就比较 care 外形或什么。对啊，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外貌协会哦。他会给你 surprise 就算不在旁边。对，而且他就是会每天就是会问你说，我们大概聊了快半年就每天会就是真的交流，就是分享生活那种。我觉得这种男生现在就不好碰到。但奇遇的部分。你原本是童星主角啊？因为我家小时候是开录影带店的，非常有名。那时候还没有第4台，然后我们家的录影带店就是，都会有导演，然后还有很多明星会来我们家看他们的就是录影带，就那时候上映之后就变录影带嘛，看租的好不好啊，导演会看一下那个出租率。然后那时候朱延平导演就是常来我们家店里，然后那时候才2、3岁吧，就很多广告，比如说飞柔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就想要找我去拍。然后朱延平导演那时候也叫我去试镜啊，然后就说有没有兴趣来当童星，就跟我爸妈讲了大概2、3次这样子。然后我爸妈都说不行，当童星就是可能出路将来可能就是像国外那种吸毒啊什么之类，他们就希望我好好念书，一定要念到什么研究所毕业之类的。你有没有至少演一部？没有，3岁就被我妈妈断了心路啦。然后你看我现在讲这些都是废话。我现在40岁，然后我还在这里，你知道早知道当童星答应朱延平不就好了吗？都是我爸妈害的，你知道，早知道就不要投资在这个家庭了，这样可以吗？就是你也没拍一些什么东西，你要我们怎么讲啊？他们就讲的啊，我本来觉得。但是朱延平导演是真的当时有问过吗？有。你真的 care 吗？你真的 care 这件事吗？拜托，搞不好我就是小什么小齐秦的姐姐小齐豫啊，还是齐豫？那反正我就是搞不好就是人生当中，你看我现在主播台，然后读完书又进来演艺圈，也许当初就是做童星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投入我喜欢的事业，就人生绕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在这里啊，父母就阻挡不了我啊。那搞不好你那时候当童星，你现在真的坏掉，你说你爸妈会不会救了你嘞？也可能在乐界所进出好几次。对啊，真的鬼剃头什么的。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可以真的不用错过，因为即将应该现在已经在播了吧？在播了。对，要不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的新戏？大家好，从6月28号开始，每周5晚间在中华电信 MOD Hami Video 塑胶花末日狂花爱情影集，1周播2集。在这里等你。等一下，你要分一点话给其他人讲啊！我跟你讲的，我以为要我一次讲完哎。没有，是你要。而且女主角。对不起对不起，这边哎。你真的很大头症哎。没有，我以为要我一次讲完。怎么可能？当然是刚刚前辈就已经讲了，让你们3个好好讲。起一个头，对啊。好，不要这边你开头，周雨天开头，然后那个你分给别人。好，各位观众请多多支持我们的新剧《塑胶花》，即将在6月28号。每周5晚间在 Hami Video 还有 MOD 会连播2集，几点播呢？每周5晚上连播2集。几点？他是问几点？每天9点。9点到几点？9点，每集半小时的话，在10点。对，11点吧，11点吧，9点到10点。看了就知道，看了就知道。哎，这样子我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 Hami Video， 这讲过了。请多多支持。我跟你讲，没有人没有讲，叶子也讲过了。谢谢。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哇，这句话好老派。快来订阅小姐不吸地，记得分享、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小铃铛是我要讲，开启小铃铛哦。